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那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HSK 6级考前輔導課程，這是一個系列課程啊，課時比較多。那麼我們現在呢，進行的是聽力的第一部分。那我們希望呢，通過這個課程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從而獲得更高的成績。那在前邊呢，我們介紹了 HSK 聽力第一部分的這個題目的情況。那我們也介紹到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同時呢，我們也向大家介紹了，如果在 HSK 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你遇到了故事，應該怎麼去解決。同時，我們也介紹了一部分的議論文就是這個文章表達的是一種觀點。那我們向大家介紹了，有可能這個觀點在第一句，也有可能這個觀點在最後一句。當然，更多的是這個觀點是在中間那具體的情況呢，大家可以去看我們前邊的課程來學習也希望呢，同學們通過大量的練習去鞏固一下這樣的技巧和知識。那 HSK 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你會聽到一段話。那聽完這段話之後呢，沒有問題，你要去選擇跟這段話意思一樣的一個選項。那我們前邊介紹了呢，有議論文。議論文是什麼？就是介紹作者的一個觀點。那麼在聽力第一部分裡邊呢，議論文的數量是非常多的，大概可以到6到8篇之多。那這麼多的文章同學們，所以說明呢，就是同學們一定要注意學習議論文的一些特點。那麼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是什麼呢？就是在議論文當中因為已經是 HSK 6級了，級別已經很高了，所以這個時候呢，在文章裡邊呢會出現俗語了。什麼是俗語？那在中國的歷史上這個很長的時間當中呢，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句子就留了下來，人們常常說的句子。那這些句子呢，就是俗語那我舉一個簡單的俗語的例子，比如說中國有一句俗語叫“活到老，學到老”。活呢就是生活，活着；學就是學習。那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你只要活着就應該去學習，到老了也應該要學習所以這句話呢叫活到老，學到老。那這樣的一句話其實還是比較簡單的，可是有一個問題是如果你沒有看過這個句子，或者是你沒有聽過這樣的一個句子，你不熟悉，你沒有記住它，那你在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你是不會明白它是什麼意思的。為什麼呢？因為在俗語裡邊呢，它的句子的語法和結構呢，跟我們一般的口語是不一樣的活到老，學到老它是比較簡單的語言它不會用很長的詞彙，它用的都是一個字的詞。那麼另外就是說呢，因為它俗語是從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所以呢，它裡邊存在一些比較文言的語言就是古代的語言是會留在這個句子裡邊。所以有一些詞，有一些句子，即使你聽到了，你可能很難猜出來它用的是哪一個漢字。那你看到了漢字，可能也不明白這句話到底想說什麼因為它是有一點點古代文言的這樣的感覺。所以呢，俗語對 HSK 6級的學生來說其實是比較難的。但是當然，這應該成為 HSK 6級的學生學習的一個部分。因為不管是你讀文章，還是你跟中國人聊天，你都會讀到，或者是你都會聽到類似的這樣的俗語。所以學習一些俗語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有很多同學說，老師，俗語對我來說非常困難，我真的没有辦法去記住它們，或者說我可以記住幾句，但是我沒有辦法記住所有的俗語。那在這裡，老師要告訴你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在 HSK 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在議論文裡邊，或者是在其他的文章裡邊，如果你聽到了俗語，甚至說如果你在閱讀的部分看到了俗語，在書寫的部分看到了俗語，那我要告訴你的一點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俗語根本不重要那麼我為什麼要說俗語不重要呢？是因為中國人如果想說一句俗語他其實是想表達一個意思，那麼說了俗語以後，一般來說在俗語的後邊會直接告訴你他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甚至有的時候呢，寫文章的时候我們還會對這個俗語進行一些解釋。所以實際上重要的是俗語後邊的內容，只要你能夠聽懂俗語的后邊的內容是什麼，實際上俗語本身的意思对你來說根本不重要。那我們一直在強調 HSK 6級裡邊有25%的詞彙是你有可能沒有學過的，所以你可能看不懂也聽不懂，但是這並不影響你對文章的理解，对大概意思的把握因為 HSK 6級其實要考察的就是你對大概意思的理解和把握，當然也會考察一些細節信息，但是呢，俗語它並不能影響你這方面的理解。所以在文章當中，你如果聽到了這樣的句子，中國有句俗話，或者中國有句俗語，或者俗話說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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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句話對於你來說根本不重要，你可以不去聽，但是你要去認真聽的是這個俗語後邊在說什麼，這才是你應該關注的內容。而且不知道俗語真的不會影響你的理解。那麼同學們可能聽到這裡還是有一點難以相信，半信半疑真的是這樣嗎？那我們現在呢就來一起做一個練習，來看一看。那我們在這個文章當中一定會聽到俗語，那同學們來看一看，不知道俗語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沒關係呢？當然根據我們的慣例，根据我們的這個做題的方法，在聽之前一定要先看 ABCD 是什麼。那我們來看一下 A 呢，他說要三思而後行。那我們前邊可能提到了三思而後行，思是思考的意思行是行動，是做的意思。那在你做事情之前，一定要多考慮一下，多思考一下，不要衝動，要冷靜的思考，謹慎的判斷，最後再去做這件事情。那三思而後行是我們中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老師孔子的一句話。這句話呢，其實同學們是應該要記住的，你要三思而後行。這個句子在中國和中國文化當中，在漢語當中還是非常常見的一個句子。好， A 是做事情之前要多多考慮。那 B 是要學會統籌兼顧什麼叫統籌兼顧呢？ HSK 6級的同學應該要知道這兩個詞的意思是什麼。當然，統籌兼顧這4個字經常是在一起出現的，它的意思是當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這個事情可能有很多個方面那你在做事情的時候，你不能只關注一個方面，你應該關注所有的方面，你應該兼顧所有的方面，你應該考慮整體的情況，然後關注到所有的方面你不能只去看一個部分，那是不行的。所以呢，要学会統籌兼顧，是你應該去關注所有的方面的意思。那 C 是要正視自己的缺點你有一個缺點，你不能回避它你不能假裝不知道，你應該说，你應該承認，对，我有一個缺點，我應該正視它，我應該改掉它
啊。那這個是 C 的意思。D 要借鑑他人的經驗。那別的人在學習漢語的時候犯了一些錯誤，你知道了以後，你不要犯這樣的錯誤。別的人在學習漢語的時候有一些非常好的方法，你要去學習他的方法啊。那麼學習別人的好的方法和經驗，就叫做借鑑他人的經驗。那我們通過看 A、B、C、D 這4個選項，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將要聽到的這一段文章一定是在表達一種觀點。那至於觀點具體是什麼，是要考慮，還是要發現正視自己的缺點，還是要學習別人的經驗，那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我們聽一聽就知道了。那我們在了解 A、B、C、D 之後呢，我們現在來听這段話，請大家認真的听。那你一定會聽到俗語，不要去管它，你聽俗語後邊的內容是什麼就可以了。好，現在我們聽一下。1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個人都有缺點，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對自己的缺點。能夠客觀認識自己的缺點，不怕暴露自己短處的人更容易成功，而想方設法藏短，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人，則很難取得成就。好，那麼我們在第一句裡邊聽到了一個俗語，叫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但是這句話並不能影響你對文章的理解，因為在文章的後邊，他多次提到了我們這篇文章的觀點是什麼。我相信同學們應該已經有答案了，對嗎？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就是 C， 要正視自己的缺点。因為同學們可以在這段文章當中聽到無數次缺點這個詞啊。他說呢，每個人都有缺點，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怎麼樣。然後呢，後面有一個然而，能夠客觀認識自己的缺點，什麼更容易成功。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人，則很難取得成就。那聽到缺點很多次，聽到客觀認識自己的缺點容易成功，如果不的話就很難取得成就。那听到這樣的內容，你根本就不用再去考慮第一句話是什麼意思了啊。這是一個俗語，但是這句俗語在這篇文章當中根本一點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文章表達的觀點是，如果你有一個缺點，你應該客觀地認識它，你不能藏起來，你不能否認它，不能回避它，這都是不可以的啊。客觀地認識自己的缺點，正視自己的缺點，才能夠成功。那答案應該要選擇 C。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句話到現在老師還沒有給你解釋，但是你其實是可以回答問題的，對嗎？所以這句話俗語根本不重要。好，那現在呢，老師花一點點時間簡單的解釋一下這句俗語的意思。人無完人，這句話非常簡單，人沒有完美的人啊，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完美的就是沒有任何缺點的。這句話非常容易理解。那前邊呢，它是用了一個比喻一個例子，金無足赤。那麼我們知道呢，黃金是一種非常貴重的金屬。那我們再去買黃金的時候我們會問這個黃金是多少的黃金那麼我們知道呢，在這個世界上，黃金呢沒有純的黃金，沒有100%的黃金。那它的意思就是黃金呢沒有100%的黃金它裡邊一定有一些雜質，一定有一些黄金不是黄金的東西在裡邊雖然可能我们現在買一些黃金的手鐲呀、項鏈耳環中國人比較喜歡那麼有的人去買的時候，他追求的是100%的黃金，但是實際上不存在的
所以的这句話就是沒有100%的黃金，也沒有完美的人。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每個人都有缺點每個人都有缺點這是這個俗語的意思。但是他在後邊已經告訴你了，每個人都有缺點，所以其實這句話根本就不重要。那麼我們在6級 HSK 的考試裡邊，不管是聽力還是閱讀還是寫作，都有可能，甚至是你100%會遇到或者是聽到俗語。但是在這裡，老師要告訴大家，聽到了俗語不要緊張，不去聽它，你就要去聽俗語後邊的這句話，它才是最重要的。那當然了，如果你看到了俗語，也完全不要去看它。我們說過呢，在 HSK 6級的考試裡邊，閱讀的部分時間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抓緊時間，用最快的速度去做題。那麼在閱讀的過程當中，如果你遇到了俗語，你乾脆就不要去看它，馬上跳過去看後邊就可以了。這個是節約時間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那在這裡，請同學們一定要記住，看到俗語根本不重要。那麼，如果是同學們想在自己的口語方面、寫作方面，或者是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方面有所提高的話呢，我也還是要建議同學們要適當的去學習一些中國的俗語。那這些俗語呢，很有意思，而且呢，可以幫助你去表達你想表達的意思。除了俗語之外，比如說還有成語，4個字的那種成語，也是有必要去學習的。因為畢竟大家現在已經到了 HSK 6級，這是一個很高的水平，是漢語裡邊最高的水平了。那如果你能夠在說話的時候、寫文章的時候說一些成語或者是俗語，那麼這真的是代表了你的水平非常高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那麼我們既然提到了俗語根本不重要，當然我們要去做一些練習，來告訴大家這個句子這個事情是對的那我們現在呢來做另外一個練習。首先我們在這裡看到了 A、B、C、D 4個選項，那 A 是生活需要冒險， B 是閱讀能讓人變成熟， C 是旅行能開闊人的視野， C 要學會欣賞旅途中的美。好， A、B、C、D 我們都已經看到了，意思大概也明白了在這裡老師就不再解釋了，因為這些詞沒有特別難的。那麼 A、B、C、D 我們看到了之後，我們可以判斷出來，這是一個表達觀點的這樣的一篇議論文。那麼我們現在來聽一下這篇文章說的到底是關於什麼？是關於冒險的、閱讀的、旅行的，還是關於旅途中的美的？一起來聽一下吧。現在開始第1題。1. 古人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經常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對年輕人的成長是非常關鍵的。如果一直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對外面的世界充耳不聞，視野就會變得狹窄，人生就會變得無趣。好，那我相信同學們雖然聽到了俗語，但是並沒有影響你的理解。答案是非常簡單的，你幾乎是聽到了一樣的詞彙的。所以呢，在這裡我們直接公布答案。我相信同學們都是可以做對的。那這個題目的答案就是應該要選擇 C， 你是不是都做對了呢？那麼在前邊我們聽到了古人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讀很多很多的書，走很多很多的路你應該读很多很多的書，
應該走很多很多的路。那麼走路的意思其實並不是說真的跑步呀、散步，它應該指的是旅行，經常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說呢，如果一個人一直生活在同一個地方，視野會變得狹窄。那麼你不能一直在一個地方，你應該去旅行旅行可以讓你的視野變得很開闊那麼這個就是問題的答案，應該要選擇 C。同學們應該是可以做對的好，那這個是我們的俗語，並不重要。我相信呢，在 HSK 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你們一定會听到俗語的這個是我們根據對這個 HSK 題目的分析而得來的一個結論，一定會聽到。但是大家現在可以放心了，有俗語不重要，俗語後邊才重要。遇到俗語乾脆不要去聽，直接去關注俗語的後邊在說什麼就可以了。那然後呢，我們现在要給大家介紹另外一種方法了。那我們在聽文章的時候呢，會發現在文章裡邊呢，會重複出現一些詞彙。比如說我們剛才在做第一個題目的時候呢，我們發現在這個題目裡邊呢，它有非常多次提到了缺點這個詞。所以實際上呢，在一篇文章裡邊，如果一個詞出現很多次的話呢，一般來說這個詞一定是文章的觀點或者是跟觀點有關的一個詞，所以答案常常是跟這個重複出現的詞有關係。所以呢，有的時候同學們在聽到一篇文章的時候，如果有一個詞聽到了很多次，你就可以判斷出來答案就在這個詞上了。那麼現在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ABCD， 然後一起來聽一下。A. 要學會認真傾聽。 B. 說話要注意場合。 C. 不要輕易否定他人。 D. 人際交往貴在真誠。那詞彙還是不算是太難，在這裡呢，老師就不解釋了。如果你有一些詞不認識，請一定要記得下課以後趕緊去查詞典那這裡邊的詞都是你必須要知道的詞彙一定要多多去學習。那現在呢，我們來聽一下。2. 人際關係的高手在嘗試讓別人傾聽和了解自己之前，會先認真傾聽對方的想法，讓對方暢所欲言。如果你能做到認真傾聽，對方便會向你袒露心跡。掌握別人內心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認真傾聽。好，那麼答案老師還需要告訴大家嗎？同學們是不是聽到了3甚至4次一樣的詞彙呢？那答案当然應該要選擇 A 這個問題其實是特別簡單的，因為你聽到了無數次，你看1次、2次、3次、4次，你聽到了4次傾聽或者認真傾聽，那你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別的答案，那一定是要選擇 A 的像這樣的問題 HSK 6級裡面也是有的所以大家不要特別擔心其實沒有那麼難，只要你聽到了重複出現的詞，那麼一般來說這個重複出现的詞彙就是答案了。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我們還有一些詞應該要注意。那在一篇文章裡邊，如果我要告訴你一個觀點，有的時候呢，我會用但是，我會說大家都覺得是什麼什麼什麼，但是我們應該怎麼怎麼樣但是真正的情況是什麼什麼樣子的。所以在但是的後邊，一般來說你會遇到會聽到最重要的最關鍵的詞。當然了，不一定是但是，可能是然而，可能是可是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同時呢，你有可能也會聽到因此这個詞前邊呢他會說
因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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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人怎麼樣，因此我們應該怎麼樣。那像這個詞彙的後邊也是最重要的內容，是文章的觀點啊。那麼這樣的詞彙在文章裡面聽到的時候，你一定要格外去注意它。那現在呢，我們來做第9題啊。A 說反省要適度啊。B 說要學會時刻反省。C 呢，做事情不能衝動。D 反省的過程很複雜。那麼我們看了 A、B、C、D 以後呢，我們大概首先我們一定可以確定这個是議論文。那第二就是 A、B、D 都是關於反省的，所以我猜很有可能這篇文章跟反省有關係。但是是關於反省的什麼呢？是要適度，不能一直反省，還是說應該一直反省，還是說過程很複雜？那麼 A 和 B 的意思應該是相反的，所以老師大膽的去猜測一下 A 和 B 裡邊一定有一個是答案了。那我們現在一起來注意聽一下，有沒有但是？那但是的後邊內容是什麼？我們一起來听。9. 世間無完人，所以懂得反省是必要的。反省能使人知道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也可以改善人際關係。不過你並不需要隨時去反省自己，那樣並不能保證讓你的明天變得更好，反而會讓你產生自己很差的錯覺。好，那我們可能沒有聽到但是哈，但是我們聽到了不過這個詞。不過、但是、可是、然而，它們的意思是完全一樣的。那同學們有沒有聽清楚不過的後邊意思到底是什麼呢？答案選擇什麼？這個有一點點難啊，有一點點難，因為同學們很有可能聽到前邊馬上做出決定，但是實際上重點在後邊。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啊。整篇文章老師已經寫到這兒了，老師我們來一起再讀一遍哈。世間無完人，所以懂得反省是必要的。反省能使人知道如何變得更好，也可以改善人際關係。那麼如果你聽到這兒，你就不聽了，那很有可能你會選擇 B， 對不對？因為他說是反省很好，很有必要的，所以你可能觉得我們應該時刻反省。但是有一個不過。那實際上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不過的後邊的內容。他說呢，你並不需要隨時去反省自己啊，你不需要隨時反省，所以 B 是不對的。那樣並不能保證讓你的明天變得更好，反而會讓你產生自己很差的錯覺。所以你不要隨時反省自己，也就是說你的反省應該適度，應該有一個合適的程度啊。那這段話聽到了以後，答案就應該要選擇 A 了，反省要適度。但是我們發現這裡的這篇文章的一半說的是跟不過的後邊是相反的答案，对嗎？所以呢，同學們一定要記得，在議論文當中有一種情況，就是我會先說一下不太好的意思不太對的意思，然後我說但是後邊才是我要告訴你的真正的內容在這個裡邊呢，在這個議論文裡邊，這樣的表達的方式還是非常常見的。我先告訴你錯的，然後我再來告訴你對的。或者是說呢，我們漢語裡面有一句話，就是不管什麼事情都是有兩面性的，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反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太多的反省，那就不是好事了。所以反省这個事情也是有兩面性的。那這樣的文章這樣的角度在漢語裡面是非常常見的，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記得要聽完，
如果你听到了但是、不过、可是、然而，你一定要小心了，它的后边才是真正的答案。那这一点同学們一定要注意了。然後呢，我們再來看一看有沒有一篇文章是有因此的呢？首先來看 ABCD。A 要學會傾聽。傾聽這個詞，不知道為什麼在 HSK 6級考試裡面每次都會出現啊，它不一定是答案，但是每次選項裡邊總是有它。B 說話要分場合。C 身體語言很重要。D 語言表達要準確。看了 ABCD 以後，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定是關於說話的這樣的一篇文章。那他的說話，他說的是要聽別人說，還是要分場合說，還是要準確的說，還是說身體也是一種語言，身體語言也很重要呢？那我們現在呢，一起來聽一下這篇文章。注意，如果有因此的話，要注意因此後邊在說什麼。現在一起來聽一下第10題。10. 人際互動時，從身體語言獲取的信息有時候比話語還多，因此準確地解讀別人的身體語言和善用自己的身體語言，對於我們了解別人、傳遞信息和做出準確的判斷都是極為重要的。好，那麼我們聽到了因此，而且我們也听到了很多次身體語言這個詞彙，至少是3次，對不對？3次或者4次。那麼答案非常明顯，應該要選擇 C 啊。我們在這裡身體語言身體語言，身體語言那麼都是身體語言，3個身體語言，答案應該要選擇 C。而且你看，因此的後邊他說是非常重要的，解讀別人的身體語言，利用自己的身體語言是非常重要的，極為重要那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C， 所以因此的後邊才是答案，對嗎？所以同學們如果在做題的時候聽到了因此，當然就應該要小心啦，後邊答案就出來了。好，那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看一看這篇文章，做一個練習。A 要善於把握機會。B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C 不要盲目堅持目標。D 做事要考慮他人感受。那基本上沒有特別難的詞彙，那我們現在一起來聽，看一看答案是什麼。9. 大多數時候，找到自己的目標並堅持到底是一種執着，但如果目標本身是錯的，再堅持下去就會南辕北轍，越走越偏。因此，一旦發現目標偏離了自己的理想，就應該盡早抽身，找到更好的目標，並為之努力。好，那我們發現在聽文章的時候，也聽到了但，也聽到了因此，所以後邊的內容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我們要的答案。那同學們有沒有把答案找到呢？這個問題應該要選擇 C。那我們知道，在前邊大多數時候找到自己的目標並堅持到底是一種執着，那這個是找到目標並堅持是很好的，它後面有一個但，所以呢這句話並不是我們的答案。在後邊，如果目標本身是錯的，再堅持下去就會南辕北轍，越走越偏。那這裡南辕北轍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中國成語，請大家在下課之後自己去查一下，去學習一下這個成語的意思是什麼。因此，一旦發現目標偏離了自己的理想，就應該盡早抽身，找到更好的目標並為之努力。那這裡邊我們聽到了目標
目標，然後目標，4個目標。那所以答案一定是跟目標有關，因為它是重複出現的詞彙。那麼關於目標到底是關於什麼的呢？那我們發現，如果目標錯了，你還要堅持，那就有問題了。所以答案應該是不要盲目堅持目標。那我們通過重複出現的詞，通過但是和因此綜合起來，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答案了。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之前介紹過的一些方法不是一個題目只能用一種方法，其實一個题目可以用到很多種方法，它都对我们是有所帮助的。同學們在做練習的時候，一定要去想一想，老師在課上提到過的所有的方法，其實你都是可以用的。好，這是我們的重點詞，但是和因此。那我們現在呢，再來看一下另外一種重點詞。那我們在前邊呢，向大家介紹過，在中國人介紹一種觀點的時候呢，他通常在前邊告訴你一個不對的觀點，後邊告訴你對的觀點。那麼這種文章在前邊的練習當中，其實我們已經看到過了。就比如我們剛才看到的，大多數時候是這樣的，但是什麼什麼是不一樣的。所以在這樣的6級 HSK 的這個聽力考試當中，那這樣的文章還是比較常見的。先說不對的，後邊來說對的。那後邊當然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是是最常見的一個詞彙。那除了這個以外呢，我們還會聽到不能怎麼怎麼樣，不應該怎麼怎麼樣，而是應該怎麼怎麼樣。所以這樣的詞彙這樣的句子我們也是會聽到的。那當然大家都明白，後邊這個才是我們文章的答案所以如果你聽到了我們不能怎麼怎麼樣，而是應該怎麼怎麼樣，那而是應該的後邊就是答案，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A、B、C、D 的選項，然後一起來聽一下這篇文章的內容。首先 A， 第一印象更可靠。 B， 人容易受環境影響。 C， 管理者要多聽他人意見。 D， 正確評估離不開長期觀察。那 A、B、C、D 以後呢，我們也確定了這篇文章一定是一個觀點。那我們看到 A 和 D 的意思是相反的。 A 是說呢，你看到一個人的時候，你第一次看到他，你有一個什麼樣的印象？這個印象是非常可靠的，是對的。那 D 呢，他說呢，如果你想正確的評估或者評價一個人，需要長期的觀察，一次是肯定不夠的。所以 A 和 D 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那麼老師在這裡呢，大膽的猜測一下，答案很有可能在 A 或者是 D 裡邊。那到底是第一印象可靠，還是說應該長期觀察呢？我們要听了以後才能知道。那我們要注意聽一下，有一個不能，還有一個應該。那答案一定是在應該的後邊，大家要注意聽一下。7，俗話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衡量一個員工價值的高低，絕不能僅看表面，或僅依靠管理者一時的觀察，而是應該通過持續不斷的觀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評估一個人的價值。好，那一開始我們聽到了俗話說什麼什麼什麼。那在前邊老師已經告訴大家了，如果你聽到了俗話，不要去管它不重要。我們聽後邊那聽到後面的時候，我們聽到了絕不能怎麼怎麼樣，而是應該怎麼怎麼樣。那同學們覺得答案是哪一個呢？我相信同學們可以找到答案因為這個題目其實也並沒有很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應該選擇 D， 所以 A 和 D 裡邊有一個是正確的。他說呢，絕不能看表面，或僅依靠管理者一時的觀察，而是應該通過持續不斷的觀察。那持續不斷的觀察當然是長期觀察。
所以第一印象这个是不对的。那其他 B 和 C 都没有提到，所以呢，答案应该要選擇 D。好，那我們發現這樣的文章還是比較常見的希望同學們要多多注意一下。因為在聽的時候，很有可能同學們聽到前邊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不能，所以就覺得這應該是選擇前邊的內容吧。那答案往往都是錯的。所以很多時候議論文如果它前面介紹後面有但是或者說而是應該怎麼樣，那往往答案應該是在後邊的。所以這一點呢，請大家一定要注意。我相信在同學們的母語裡邊寫文章的時候，可能也有這樣的寫作方式，先說不對的，再來說對的。那這樣的類型的文章，同學們要注意一下。好，那我們今天呢，向大家介紹了我們在做議論文的題目的時候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第一個是，如果你聽到了俗語，請你不要去管它，它不影響你的理解，不要去聽。那第二是，如果文章裡邊聽到了重複的詞彙，重複3次或者4次，那往往答案就是這個詞彙了。那另外就是我們也介紹了一些需要大家注意聽的詞，但是、不過、可是、然而，還有就是因此或者所以。那另外就是不能怎麼樣而應該怎麼樣。那像這樣的詞彙的後邊，一般來說都是答案。所以同學們在聽議論文的時候，如果聽到了這樣的內容，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麼關於議論文呢，還有一些小的方法，我們下一次再繼續學習。現在呢，我們先休息一下，下節課我們再見。